美日韩即将在月底进行名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军事演习。据韩联社报道，将参演的美军罗斯福号航母22号停靠釜山作战基地，一同访韩的还包括美国海军哈尔西号和丹尼尔井上号导弹驱逐舰。这是罗斯福号航母首次停靠韩国港口，也是卡尔文森号去年11月后美军航母时隔7个月再次抵韩。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指挥官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表示，此次演习旨在提高舰艇的战术能力，增强海军之间的互相操作性，以确保我们做好应对任何危机和突发事件的准备。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22号说，演习结束后，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将前往中东地区。据韩国 KBS 电视台此前报道，自由之刃取自美韩自由之盾和美日利刃联合军演，但目前演习具体时间、具体细节还未公布。韩联社还援引分析认为，韩美日将在韩美美日同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三边军事合作的高度。至今，三国仅在海上或空中等一个作战领域实施联合军演，包括海军搜救演习、导弹预警演习、战略轰炸机护航演习等。而自由之刃将涵盖空域、海域、太空域、网域等多个作战领域，多域联演尚属首次。现在他所进行的这种多边军演，那么包括多任务、多项目的这种合演，那么其实还是说从整个国家军事体系，尤其是指挥情报等领域，试图加大对这个美日韩的整合。那么说白了就是进一步方便美国来控制日韩。那么日韩的整个的国防体系，那么就像北约的一些国家来讲，那么可能我们说在下一步越来越多的会丧失自主性。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有外媒消息称，此次演习将在日本海展开。而在本月18号至28号，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也在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举行演习，涉及约40艘舰艇和支援船约20架军机。双方演习时机的巧合，呈现出针锋相对的态势。有分析认为，近日俄朝最高领导人在平壤举行会谈，并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如果一方遭受侵略，另一方将尽其所能提供军事及其他援助。此次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无疑是对俄朝两国加深军事合作释放的强烈警告。除了对外传递威慑力，美日韩三国领导人也希望借军演夹带私货。时事评论员白梦辰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美国大选还有几个月就要投票了，前总统特朗普势头强劲，现任总统拜登急于扭转选举颓势，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的民调也不容乐观，想借助美日韩军演军事合作的小突破提升民调走势。它是符合美日韩国内的一部分政治力量的态度。那么这个我们说美日韩的这种整合呢，实际上也是美日韩国内的军方政界，包括一部分工商业界人士试图对周边国家进行威慑的一个手段。从这个政治上来讲，实际上确实拜登政府迫切的希望在西太平洋方向上面取得这个大选所需要的一些证明啊，外交上面的、军事上的一些成绩，要证明自己的强硬，要证明自己的力量。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6号发布的消息，朝鲜当天早晨从平壤一带发射一枚型号不明的弹道导弹，据韩方推测试射失败。目前朝鲜方面暂未发布相关消息。有分析认为，朝鲜此时射弹是为了回应即将在月底举行的美日韩自由之刃军演，但此举将会对朝韩僵局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接下来半岛局势将如何走向？来看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6号表示，当地时间早晨5时30分许，朝鲜从平壤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型号不明的弹道导弹，据推测试射失败。韩美情报部门正在对此做进一步分析。此次是朝鲜自5月30日后时隔不到1个月再次试射弹道导弹。韩联参相关人士表示，该导弹飞行250多公里后，在朝鲜江原道元山东部海域上空爆炸，其碎片落在爆炸点方圆数公里内的海面。从韩方发布的图片可以看出，在仁川市瓮津郡大延平岛一带有一条疑似弹道导弹的轨迹划过天际，而在韩国白领岛和延平岛等岛屿，以及京畿道坡州市和连川郡等边境地区，都能观测到朝鲜发射导弹所产生的烟雾。有分析称，这可能是因为助推器发动机有问题，导致燃烧过程异常，从而产生的烟雾。具体的系统到底是固体火箭发动机驱动，还是用其他的方式，
包括是不是这个有些人认为的这个高超音速武器的试射，那么现在我觉得短时间内都很难确认。但是我们可以认为呢，第一，朝鲜方面确实是在提高导弹和制导火箭弹的，无论是产能还是性能。那么这一点上呢，朝鲜方面倒是也并不讳言。其次呢，就是这一次的试射，我们可以认为啊，是朝鲜方面回应美国的这个罗斯福号航母，包括访韩，包括美日韩进行所谓的自由之刃演习的一个相关的动作。韩国军方对朝鲜射弹保持高度警惕，在第一时间加强了监控和防御措施。韩国外交部26号表示，韩美日对朝代表当天就朝鲜发射弹道导弹通电话，共商合作方案。三方一致谴责朝鲜发射弹道导弹一举明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多项决议，严重威胁到朝鲜半岛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三方还密切关注朝鲜在朝俄领导人会谈后再次发起挑衅的可能性，并商定基于牢固的韩美同盟和韩美日安全合作，共同应对朝鲜的挑衅和威胁。深圳卫视记者梳理发现，今年1月和4月，朝鲜2次宣称成功试射新型中远程固体燃料高超音速导弹。朝鲜官方媒体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现场指导了4月的试射活动，并将这枚名为火星炮16B 的导弹描述为其核战争遏制力的关键部分，誓言要进一步增强威慑力量以对抗敌人。5月29号，朝鲜试射了一枚火星12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这是朝鲜近年来试射的射程最远导弹。该导弹飞行2700公里，最大高度为550公里，越过日本北海道上空，落入北海道经长甲以东1180公里的太平洋海域。因为我们看到相关的技术，其实对于整个世界来讲都不是很容易来进行，包括美军 AGM-183这样的美军体系里面最成熟的相关系统，其实也经历了很多次的失败。那么总的来说，对朝鲜方面来讲呢，在整个的力量啊，常规力量跟这个美日韩在朝鲜半岛部署的力量相差巨大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迫切的希望获得高超音速武器这样的杀手锏武器来保证自身的安全。朝鲜今天发射了弹道导弹，而美军航母已经靠港韩国，美日韩即将展开三方军演。那您对半岛最新博弈有何观察呢？确实啊，最近半岛局势以及背后的大国博弈啊，出现了一些并非巧合的新变化，值得关注。首先呢，就是美国主导的美日韩自由之刃的军演，这是这3个国家第一次多领域的联合军演，将涵盖空域、海域、太空域、网域等多个作战领域。美方呢是想借此机会落实对盟友的所谓延伸威慑的承诺。其次呢，就是普京高调访问朝鲜，俄朝的互动引发了人们对新华约结盟可能性的议论。同时呢，韩方又发送了消息称，朝鲜自上月30号后，时隔近1个月再次试射弹道导弹，并且称这次试射的可能是一种高超音速导弹。尽管发射可能并没有成功，但是连续试射弹道导弹也是在彰显朝俄之间可能的战略合作空间。但是呢，还有一个和上述2项不同方向的正面的新变化，这就是中日韩之间的良性互动。5月27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首尔和韩国的总统尹锡悦、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了第9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李强表示，今年是中日韩合作机制建立25周年，在新的起点上，中日韩要坚守合作初心，坚持开放包容、互尊互信、互惠互利、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中日韩合作整装再发、换挡提速，迈向全面发展的新征程，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韩国和日本领导人呢也表示，就是3国合作时隔4年多重启具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希望呢以这次会议作为新起点，重启3国自贸协定的谈判，共同促进东亚区域的合作，推动3国关系稳定发展，更好造福3国人民，为实现世界和平和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且呢，请注意啊，这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呢是在美日菲
刚刚在华盛顿举行峰会之后，北约呢拉拢日韩，强调什么印太地区和非洲彼此在安全上的重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这样复杂的变局啊，尤其是发生在长期紧张对峙的这个朝鲜半岛，又是在俄乌中东冲突僵持、美国大选临近的情况下，自然就让人们特别的关注。但是呢，这里我特别要引用毛泽东主席当年说过的话：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啊，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朝鲜半岛是冷战时期的火药库，而通过我们各方长期艰苦的努力，逐渐的已经使之成为一个可以实现中美、美朝、朝韩等良性互动的百日转圜局面，而且我们也切实地推动过战核机制转换等重大的进展。我们6年前可以做到的事情，难道今天我们就做不到吗？年底呢，如果特朗普真的卷土重来的话，那半岛也并非没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博弈局面。至少，今天的半岛比现在的俄乌中东的冲突要好办得多呀，因为各方都可以在缓和当中取得不同的重大利益。那么就半岛出现的新博弈态势，相关各方将如何抉择应对呢？在这里啊，我觉得有2句话最重要。第一呢，就是各方都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正在打仗的，我觉得就应该停下手来；内政不太顺利的，也应该搞好自己的国计民生。当然了，美国大选前后会有一些动荡，日本、韩国的政府支持率极低，俄国也面对着更大的压力，中国和朝鲜也都有各自内部发展的课题，大家都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第2句话呢，就是在半岛各方之间也要构建一个正确的相处之道，也要扣好第一粒纽扣。就像日本、韩国在与美国走近的同时，它也不能不把和中国、东盟等的经贸合作放在自身国策的重要优先位置等一样，我们各方啊，合作还是唯一正确选择。我们半岛各方的第一粒纽扣仍然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而不是走向对抗摊牌。在这里啊，我想特别强调，在上述的各方关系当中，中美关系仍然是主要矛盾，而中国政府提出的构建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政策，也完全可以应用于朝鲜半岛各方之间的相处之道，那就是要扣好第一粒纽扣。我们大家都在这一个地方生活和发展，那东北亚再加上东南亚，我们这里啊是世界上经济发展快，而且是相对稳定的一个地区。这是我们所有的域内国家以及和这个地区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域外国家，比如美国等等，重大的共同利益所在。我们不应该去刻意的破坏它，即使我们也有不少麻烦和纠纷，也在干扰着我们自身的发展和合作。但是只要能够有上述的共识和共同利益的建构，我们就能够克服困难，共同前行。